继上一集我们到了医院村听了荣誉知晓的故事，看到吓人的假人，还有再到山丘的绿洲，我想还在荧幕前的你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开始下一集。这边容许我先更正一下，上一集说到绿洲就是从医院村到阿斯托卡之间这个30公里的中间就叫做众神之家。出发之前，我其实有记在笔记本，想要停留这个地方。创始人的意念很棒，而且这里的印章是爱心型的。结果我上路之后完全记错地方了，很开心 Hendrik 还提醒了我那里有一个绿洲，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那个就是众神之家，还一直觉得很可惜没有去到众神之家，也没有盖到印章，但我其实已经到达过了。Welcome back to Nock Traveler. This is 到达一个著名的地点之前的一个山脉上。爬上山坡之后，来到传说中的 Cruz del Ferro 铁十字架，这里被认为是整段朝圣之路中最有象征意义的地点之一。传说中，朝圣者会带着一颗从家乡的小石头走到这里，把它放在十字架下的石堆中，象征的放下重担、负担，或是一些过去的自己。那里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还有心里的某一个重量告别。这里的风也特别冷，也特别强，也特别的安静。遇到 Leandro， 他是第一天在 SJPP 就碰过的朝圣者，我们刚好也在这里遇到。他每次看到我就大喊我的国籍，那不知道是太兴奋还是忘记我的名字。接下来他请我帮他拍摄，因为这一颗石头是他一路从巴西带过来的。猜猜看他是谁？你一定看过他，你还记得吗？原来在前面爬山的时候已经碰过面了。我印象中有一个白头发的爷爷，很安静，努力地牵着脚踏车。当时他在铁十字的时候，他走过来跟我说了一串我没有听过的语言，加上肢体语言。原来他是在跟我确认我是不是用走的过来。他觉得我用走的太厉害了，他回头指着他的脚踏车，觉得脚踏车已经很累了，我既然用走的。接着他表示想帮我拍个照。可能我只有自己一个人，看起来很需要吧。其实我那时候在想，这一段山路其实对一般的越野的单车已经不是那么轻松了，更不用说爷爷的一般的单车。我才是真的很佩服他。正当我脑海里想过这些话的时候，他剥了手上的巧克力跟我分享。我看着手上的巧克力，默默的有一些感动，觉得他比我更需要这个东西。而我瞬间闪过了旅行的一个要素，就是不会再碰面了吧。当我抬头找寻他的身影的时候，明明才几秒钟，他已经远远的远，非常的远，我追不上他的那种程度。那种在路上出现然后消失的人，有时候会比风景还让人难忘。到现在我看到照片，依然觉得跟他碰面非常的特别。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Mount Hallin， 一个被称为最后圣殿骑士的地方。这里原本有一个管理者叫做 Thomas， 以前他会穿着骑士装，拿着剑，一边祷告一边用剑点在你的双肩，最后再跟你说 Buen Camino。今天我来的时候他不在，后来听说他好像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需要照护者的陪同，所以现在好像不一定会出现了。正当我在海拔1450公尺感受这里的一切的时候，这个阿姨出现了。
他一直问这里是什么，为什么没开？我看他有一点焦急，问他怎么了。他说：“哦，我看大家挂了很多旗子，我也想把我的挂上去。”继续走回山区，这样子的下坡还真的不太好走。下坡加上碎石的滚动很滑，没有走好的话，可能会用屁股刹车，所以经过的各位要小心哦。时间差不多了，坐下来休息，补充一点东西，咬一口生活的三明治，享受一下这里，也提醒自己，生活很重要，健行很重要，时间很重要，美食也很重要。这时候下午3点左右进入了 Monina Sega， 天气突然变得有点诡异，云层压得很低，路上的朝圣者也开始少得看不到了多少人了。果然没多久雨就下来了，不是毛毛雨，是那种让你10秒可以湿透的狠雨。背包、雨罩罩好，外套穿上，我们走进雨里吧。到了 Bonferrada 今天的庇护所，你们看我和谁碰面了？还没来得及把背包放下，我就看到 Henry 在1楼迎接我，他超酷的，我还没开口，他就一把抓起我的背包，直接帮我从1楼扛上去。Dank Henry。Wow, nice 结果巧的是，就在我下楼经过柜台的时候，我遇到了昨天那个意大利女生，竟然也在 check in。管理者看了我们一下，笑着说：“哦，你们认识啊？那你带她上楼吧。”人生就像这一条坎米诺，有些人你会以为已经分开了，但下一段路又会交汇。而这一次，它变成我旅途中的一个熟悉的名字。这里是一个大城市，所以会有大超市。我跟阿咪去超市才买一些回来准备煮的大家的晚餐。这里的朝圣者比小镇多非常多，厨房里每一个炉火都要排队，语言的交错，锅铲的交错，有人煎蛋，有人炖汤，有人拿着葡萄酒找开瓶器。每一个人都在上演着自己的生活短剧，但彼此又共享了一张大桌子。这样子的夜晚比餐厅更有味道。晚餐后，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玩牌。That's easier for your followers. Hendrik 教我德文，而我尝试发出那传说中的德语喉音。我学一次，他们笑一次；我再试一次，他们笑到弯腰。或许那个时候打牌比学语言是更好的选择吧。It doesn't matter. 早安，现在看到那座桥是1082年主教下令用铁跟花岗岩建造了一座桥梁，用来渡过席尔河。接下来我们到了下个城镇，一起喝个咖啡。过了1个多小时，中午时间我们找了一个位置一起享用午餐。今天我直接强迫 Hendrik 要加料，以表示我之前的拒绝不是有意的。Right now, give me together. Not together. Eat it like that. No, right now for me sausage, please. Okay. Please. Okay. Curious about the sausage. Put in here. In there. Yeah, why not? Yeah. Baby Bell. Baby bell. Baby Bell. But okay, directed like this. Yeah. What's awkward? What's wrong? Yeah, Please- it's okay. oh, it's Okay, like this, yeah, and right? then you take out the. It's really light, the cheese. light, Yeah. yeah. I like it. Yeah. Good? Yep.
那天下午天气开始变差，山区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没有记录的太多，然后我们就抵达了今天的庇护所。之前有听说韩国人常常不守规矩，今天我看到了一组韩国朝圣者在煎猪肉，还边笑边聊，他们一点都不在意庇护所的规定，原来传闻是真的。But you never told me or share this interesting for me. No, it's normal. It's not that special. Yes. That was okay. It was average. Yeah. Why are you filming? He's always filming. Part-time student. He's just enjoying. Look at that, the He's part-time enjoying the student. nature. 这一集很特别的是，我跟 Hendrik 又重新合体了，然后又多加了一个新的成员。今天这一集先到这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影片，马上去追踪 Instagram。我知道你很忙，但不要错过，记得订阅，直接点小铃铛让它通知你就可以了。